在公司法的第一堂课，老师会告诉你一个神圣原则：公司是独立法人，它有自己的资产、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边界。只要你没有把公司当成个人提款机，创办人、高管、核心管理层都可以躲在有限责任这堵墙后面。这套逻辑在教室里成立，但在现实环境中，这堵墙很多时候比纸还薄。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短短72小时内，数百家俄资企业遭系统性的金融清理，银行账户瞬间冻结，支付通道全面中断。他们唯一的原罪只是控制人手中那本护照。你以为公司是公司，你是你，但在制裁体系和合规审查面前，监管一夕之间就能击穿到控制人的国籍。一旦护照被锁定，法人隔离，形同虚设，课堂里说的那堵墙根本不存在。顺风的时候，大家都是创始团队；逆风的时候，无论是财务还是参与决策的高管，在算法眼中，你们都不再是雇员，而是共同责任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会带你开始了解 AI 算法时代如何避免单一护照成为公司的短板，怎么做身份规划，什么时候应该建立身份防御体系。视频开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及时收到新视频上线的通知。提到共同责任人，很多人听到之后都会觉得焦虑，但你真正需要理解的不是焦虑本身，而是一个底层事实：在 AI 与算法的视角下，机构并非只是具象的个人，而是一系列被精准追踪的数据节点。系统不看你的职称，它看的是资金流、签字、文件到你底层身份的关联。过去查一个人背景需要律师翻几周的纸质档案，今天的 KYC 系统和监控 AI， 只要有你的身份资料，可以在几秒内串联你名下所有关联公司、银行授权记录、境内境外的出行资料跟跨境的资金流向。你是不是风险节点，不需要人来判断，算法已经完成标记。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进入本期节目要分享的3个核心策略。策略1：先知道自己的位置。不是所有人的风险位置都一样。作为发起人或高管，你可以先问自己4个问题：你有没有签字权？你是否有参与核心资金流？你的证件、护照是否交给了团队？以及你的名字是否出现在公司最重要的合规文件或银行授权名单上？现在不妨想想你的答案是什么。如果这4题中任何一题是有，那你很可能已经不是旁观者，你是系统判定随时可以被穿透的风险节点。所以第一个策略就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先预防跟确定风险。策略2：在晴天建好避风港。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几年前，我有个客户在中国南方做金融财务相关业务。2022年公司业务最稳健的时候，他已经嗅到监管可能会持续收紧。于是，在公司巅峰期，他一边向海外扩展，一边开始配置加勒比护照。2023年拿到多米尼克护照后，还建议海外合伙人同步配置。去年底，他跟我聊起这件事情时，语气十分平静，因为这一行在国内果然如他所预期的全面收紧。他的其他同行，有的正在被调查，有的无法出境。但我这位客户早已布局好海外身份，在海外顺利定居，业务早已完成转移。所以真正能稳住局面的，就是那些在逆境中能随时切换身份、迅速启动备用通道的人。在公司健康时建立第2个身份，永远比在暴雨来临时才找出路来得容易。策略3：让身份成为公司的基础设施。很多人觉得办护照只是老板个人的资产配置，这个认知早就已经过时了。在今天，这个叫机构身份配置。创办期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身份决定你能去哪里开户，还有你有多大的跨境自由度。扩张期核心团队的身份组合直接影响进入新市场的合规成本和海外牌照获取的效率。而在资本运作期，无论是并购、重组还是上市退出，身份架构直接决定了尽职调查和资金路径跟税务结构。而在遇到致命风险的时候，身份决定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人员和资本分开，不让局部的问题拖垮整个体系。今天跟大家聊机构身份规划，是因为过去这1年有许多粉丝跟观众本身业务涉及跨境、外资或各种高潜力的赛道，但是因为核心成员依赖单一护照，在风暴来临后才发现团队的防护墙根本不够。而在专业资本和现代 AI 渗透的合规体系里，机构身份规划不再只是私人偏好，而是一个必要的结构性风险控制。
因为一旦身份的弱点被锁定，你的股权、账户、资产乃至整个团队多年的心血都会瞬间失去控制权。也许你会想问，过去几十年大家拿一本护照也能走天下，为什么现在单一护照开公司突然成了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一期我已经给了最关键的原因 ：AI 与算法的穿透力。在下一期节目，我会与你更深入的分享 AI 算法是如何一步一步瓦解传统公司的防御体系，如何把握最佳窗口期开始进行机构身份规划。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节目，记得订阅分享。想进一步了解第二本护照海外身份配置，可以参考我官网里的指南，或是透过屏幕的方式与我直接联系。我是 B，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